图为 F-15战机。近日，有媒体报道，最近北约9国联军无视俄罗斯发出的警告，抵达到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附近。那么，9国联军究竟准备在俄乌边境做什么呢？原来，为了给乌克兰打气，北约举行晴空2018军事演习来遏制俄罗斯。这次北约大批战机逼近，俄罗斯本土直接告急了。看来普京这次遇到硬茬了，但俄方并不打算忍让。俄专家表示，一旦西方有得寸进尺的行为，俄罗斯很可能会打响第一枪。对此，中国方面呼吁双方请保持冷静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。赞助商链接。而在这次演习中，美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 F-15C 型战机。这型战机是由美国麦道公司研制生产，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立项。当时主要是打造一款能够替代 F-4的异型主力战机，在1976年正式装备美国空军，图为 F-15。从设计上来说 ，F-15的外形很像苏联的米格25，进气口在机身的两侧，采用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的传统机身，切经三角翼和双垂尾结构。整个战机全长19.4米，翼展13米，重量达到13吨，是属于重型战机。美国设计师当初为了能使战机更加轻量化，使用了大量的铝合金和钛合金，所以外形很像米格25，但重量却远远低于前者。在雷达方面 ，F-15C 的雷达使用的是 APG-70 雷达，最大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150公里。F-15C 使用的火控是2鱼度电传控制，增加了一定的对地的搜索功能。在发动机方面 ，15C 使用的是 F100PW 220引擎，最大推力达到129千牛，能把战机加速到25马赫，最大航程突破了5700千米，是世界上飞行最远的战机之一。赞助商链接，图为 F-15。F-15C 在任务上就比较单一，主要是争夺制空权的，所以在武器挂载方面一共有11个外挂架，主要是以空飞弹为主，其中威力最大的就是 AIM-120空飞弹。这型飞弹是美军第一款能发射后不用管的中距空飞弹，采用雷达制导，最大射程达到80千米，战斗部达到22千克。一旦被击中，即使是大型的轰炸机或者运输机也要当场毙命。对于俄罗斯来说，多达9国在自己家门口演习，必然是如坐针毡，因为这就意味着类似的演习以后会不断的出现。一旦出现擦枪走火，在乌克兰的北约战机直接就能对俄罗斯境内发起打击，而且就在边境，俄空军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地方。所以对俄军来说，必须想好解决的方案。据美国航空周刊网站8月17日报道，近日，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基地将派出3架 B-2A 隐形战略轰炸机，飞往西太平洋的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，替换关岛基地里3架老旧的 B-52H 轰炸机。这3架 B-2A 在飞行途中还会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岛西海姆空军基地稍作停留，最终完成此次替换部署。赞助商链接。伴随住夏威夷火奴鲁鲁岛上的一阵轰鸣声，美军3架隐轰已飞往西太平洋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。对此，中国部分专家表示，歼20的对手来了。B-2A 代号为幽灵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款隐形战略轰炸机，具有航程远、载量大、隐形突防、精确打击4大特点。这也是它的优势所在。因 B-2A 机造价昂贵，单价竟达24亿美元。美国目前只生产了21架。B-2A 的航程可在满油的情况下持续飞行1-2万千米，在空中加油一次能续航6000千米，可连续飞行10小时以上。另外 ，B-2A 机外形光滑平稳，具有极强的隐身性能，不易反射雷达波，雷达反射截面不到0.1平方米。在武器载荷方面 ，B-2A 装有2个旋转弹架，能携带16到80枚不同型号的炸弹，包括 AGM-129型巡航飞弹或B-87型集束炸弹，以及各种普通炸弹。反应灵敏，能准确瞄准16个目标同时发射，威力极大。赞助商链接。
而反观我国的歼20，代号威龙，单位造价约1亿美元，最大航程达6000千米，雷达反射面积为0.01至0.05平方米，在这一点上与 B2A 不相上下。另外，歼20可携带6枚飞弹，若要加大带弹量，就得牺牲其隐身能力，主要执行远程的拦截任务，破坏对方的防御战机、巡逻机、预警机等，打开对方的空中防御缺口。但 B2A 性能与技术方面确实是领先前列的，但却有一个局限，那就是不仅造价高，其维修费用也很高，竟一次机身清洗费就达10万美元，越珍贵则越不可取。早先就因2个传感器传输了错误的数据，致使一架 B2 坠毁。若用它来作战，无异于是大材小用，性价比还不如普通引轰机。总而言之， B2A 的确实是目前最先进的多用途战略轰炸机，但真要拿它用于常规战争，成本太高，风险太大，性价比极低，不可取。美国空军一架 B2 型幽灵式隐形战略轰炸机23日凌晨在飞行中出现紧急状况，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机场安全降落。美国媒体援引上传社交网站的机场指挥塔录音报道，这架造价12亿美元的战机遭遇发动机空中停车，赞助商链接未受伤。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第21航空联队发言人说，这架 B2 轰炸机原本飞往母港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，成员2人没有受伤。具体什么原因引发飞行中的紧急状况，还在调查。怀特曼空军基地第509轰炸机联队指挥官约翰 ·J· 尼克尔斯准将说，我们的飞行员技能极其娴熟，他们受过训练，懂得如何在世界上最先进的飞行器之一上处理一系列飞行紧急状况。今天完美展示了这一点。不清楚这架隐形轰炸机是从怀特曼还是其他基地起飞。教育网站报道，战机凌晨大约3时20分降落在距离最近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机场。数小时后，有人在一旁的彼得森空军基地拍摄到这架幽灵。美国空军发言人艾伦·帕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，怀特曼基地的轰炸机部队定期执行 B2 训练任务，为美国有效提供全球打击能力。这次训练时，战机没有携带任何武器。B2 是世界上现有唯一隐形轰炸机。据制造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介绍，可以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飞行1万多公里。美国空军说，这型轰炸机可以携带超过8吨弹药。美国空军现有大约20架幽灵。赞助商链接遇故障。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犯罪新闻网发布源自机场指挥塔的一段音频，社交网站脸书同样出现这段音频。音频显示，大约凌晨3时 ，B2 隐形轰炸机飞行员呼叫机场指挥塔，告知战机4号发动机停车。战机距离机场大约10分钟飞行距离，但无法切换到机场的无线电通信频道，与指挥塔直接通话。驾驭网站报道认为，这意味着同时出现了其他故障。大约10至20分钟后，这架轰炸机在指挥塔工作人员手持驻航发光笔引导下，靠目视信号筑路。驾驭网站解读，发动机空中停车是战机常见故障，只是对 B2 之类造型独特的战机而言，靠其余3台发动机飞行可能承受高风险。出于在雷达电波前隐身需要， B2 轰炸机没有垂直尾翼或大号方向舵，无法靠前者抵消不对称推力。一台发动机停车的情况下，战机会变得尤其脆弱，难以安全操纵。同一侧机翼的2台发动机一旦同时停车，更是危险。现异常。赞助商链接。指挥塔音频显示，机场应急处置人员向1名飞行员提供氧气。教育网站说，不清楚是因为飞行员过于紧张，还是因为战机出现更多系统故障，驾驶舱出现烟雾可能是需要吸氧的原因。网民在机场拍摄的 B2 隐形战机照片显示，战机左侧的辅助进气口打开，右侧关闭。教育网站报道，这不寻常。辅助进气口在飞行最后阶段应该开启，不清楚右侧的辅助进气口是否在降落过程中因为堵塞而未开启，还是左侧的辅助进气口没有在降落后关闭。今年5月1日，
美军一架 B-1B 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在飞行途中发动机起火，在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国际航空航天港紧急降落。教育网站报道，发动机起火严重，这架轰炸机的4名机组人员原本决定弹射逃生，因弹射装置故障，首批弹射的2人无法弹出驾驶舱，另外2人不愿意抛下战友，整个机组因而决定紧急筑路。轰炸机最终在机场筑路，无人受伤。美国空军6月宣布暂时停飞这一型号的战略轰炸机，只是部分 B-1B 轰炸机的弹射座椅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今年5月1日，美军一架 B-1B 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在飞行途中发动机起火，在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国际航空航天港紧急降落。教育网站报道，发动机起火严重，这架轰炸机的4名机组人员原本决定弹射逃生，因弹射装置故障，首批弹射的2人无法弹出驾驶舱，另外2人不愿意抛下战友，整个机组因而决定紧急筑路。轰炸机最终在机场筑路，无人受伤。美国空军6月宣布暂时停飞这一型号的战略轰炸机，只是部分 B-1B 轰炸机的弹射座椅